干嘛啊？哎，别动！啊！来，二少爷。干嘛呢？大过年的，魂不守舍的。爹，我敬你。哎，怎么样？老太太，这张压不过了吧？我出这张。哎！来，哎，得了，玩不玩？别出，看我的啊！哎，老太太，我还接不上。包来了。来，哎，别着急，大家都有。好，来啊！别急，你的，有没有我的？你的，谢谢祖母。拿着，你的，谢谢祖母。嘿，谢谢。你的，给。祖母，没有我的红包。拿着，够你1年花的了。谢谢祖母。哎呀，你从小就黏着我，在我眼前蹦啊跳啊，吵吵闹闹。一转眼，我的孙女儿都长这么大了。祖母，爹爹，大师兄，你们在天有灵，不必牵念我。我如今有祖母，有父亲，还有姐弟，他们对我都很好。澹台烬看起来也还有救，女儿在这里，一切都好。兰安终于回到您身边了。兰安姑姑，兰安有负公主所托，对不起殿下。可是兰安没有骗你，我答应过你，所以今日我回来了。你当初究竟是因何离开？今日又为何要归来？当年景王让我们在宫中自生自灭，可深宫之中，若是没有依靠，想要生存何其艰难。兰安只能借着宫女外放，逃出宫去，本想返回夷越族，借部族的力量救殿下出宫。谁知部族有变，老族长已经死了，先族长怕得罪景国，不愿插手此事，所以你就留在那儿了。殿下，兰安怎敢辜负公主？兰安忍辱偷生，拼命立足，甚至嫁给了族长。我整整花了20年，成为了大司机，让整个部族听命于我，这才带着月影卫千里归来，寻找殿下。兰安回来救殿下了。起来说话。谢殿下。殿下，你长大了。姑姑，我记得你没有夷越族的能力。那夜莺是谁派来的？念白羽，出来吧。殿下，
这是岳影卫的首领，当年老族长救过他的父亲，所以聂氏一族绝对会效忠殿下的。你有那种天赋？是。一月族人不仅能控制鸟兽，还能与本命鸟兽心意相通。这夜莺就是我的本命之兽。殿下，宣城王府事后，圣王怕是已经怀疑到殿下身上。近几日来，我和聂首领已经暗中处理了几波宫内派来的刺客，想必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我带了一队月影卫，还在渡口准备了大船，足以护送殿下，保殿下平安回到一月族。谁说我要回一月族？难道殿下甘愿留在圣国，做入赘的质子吗？我想不通，这里有什么可值得殿下留恋的？一月族才是您的家呀，只有族人才会关心您吃得饱不饱。穿得暖不暖？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？危难时，成为您的庇佑，挡在您的身前护你性命。殿下难道不想拥有受人敬仰、一呼百应的人生吗？兰安姑姑，你说，人是不是理当有思乡之情？思乡，的确是人之常情。那我便返回景国，以慰思乡之情。不管殿下想去哪里，兰安都会追随殿下。你们的船何时能启程？一听没在渡口，明日一早便可起锚。好，明日在渡口等我。我还有件事要办。是。殿下，想必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我带了一队月影卫，还在渡口准备了大船，足以护送殿下，保殿下平安回到一月族。谁说我要回一月族了？现如今圣王和景王都想要我的性命，这样的我，即便是回到一月族，也只会给母族带来灾祸。只有回到景国，拿回本该属于我的那一切，我才有足够力量自保。他不是我的儿子，他是怪物。明朗殿下说，质子最好永远也走不出这宫门。此行凶险万分，我不能赤手空拳便随靖南安离开。与叶青羽厮混的那等妖，正可拿来补充力量。这个对我来说犹如牢笼一般的地方，真要离开了，内心为何会有一丝异样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！你放在校内下去挺好看的，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人喜欢你，愿意和你搭话的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，乖啊，我们明天再学。叶希雾，你放开我！安静。叶希雾，
过了今日，你我便不会再相见了。是不是傻呀？这么冷的天，你站在外面干什么？没什么。谭台阶，你要是觉得无聊，可以找我说说话呀。干嘛一声不吭自己跑出来站着？下不为例，听到没有？嗯。还好我带了这个，买都买了，放放看吧。我不放。放一个嘛。果然不大好看。我觉得还不错。我给你看个更好看的。健身服。大过年的，值得浪费一张。真好看，我真厉害。叶希沃，啊？你每年除夕都这么开心吗？今年不大一样，不过也是开心的。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。我们年年都可以如此开心。只要我能看住你，只要你别变成魔神。没有以后了。谭台阶，我们来打雪仗吧。春桃说他们每年冬天都会打。你敢偷袭我！叶希沃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岳大叔，岳夫人，就劳烦你们照顾好她。姑娘放心，我们一直没有孩子，会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傅牙甚是可怜。
安全起见，还是给他改个名字吧。这孩子既然跟了你们，也该换个姓名，好好生活。哎，我们都是庄稼人，姑娘一看就知书达理，不如就由您来取吧。对，姑娘给取吧。那就叫月牙吧，春日在天涯的涯。月牙，好名字。这名字好，这孩子笑起来啊，眼睛啊还真像弯弯的月牙。福牙，来，快去。福牙，你喜欢这儿吗？喜欢。从今往后你就叫月牙了，月福牙这个名字你只能记在心里，听明白了吗？若你来日想学法术，就拿着这封信去长泽山衡阳宗，记住哦，衡阳宗。衡阳宗，我记住了。希望有一日我们能再遇见。那我走了。姐姐，再见。家官，好啊！军情还未至，叶家一夜之间全家跑了个精光，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们吗？来人，给姑派队骑兵，他们生是姑的狗，死了也得埋在姑的脚下。父王息怒，加官失守，当务之急是立刻派人前去收复城池，复我大圣疆土。你不用替他们讲情了，收复大圣疆土，如今叶孝北逃，叶青羽已降，满朝上下还有谁人可派啊？说起来，出兵那日你就百般阻拦，莫非你早知叶青羽有反意？父王息怒，如今澹台剑短短数月内任贤用能，省刑减负，治下海晏河清，当下时不宜与其继续作战。不要再说这些虚言废词，不愿出兵是嫌姑活得太久，碍了你登基吗？儿臣不敢，挟忠孝以事君，儿臣愿亲自领兵收复加官。准。儿臣临行前想求父王一件事。何事？冰长虽是叶家人，如今却是儿臣之妻，求父王饶过冰长性命。好吧，既然你如此重情重义，吾便饶他不死。谢父王，儿臣定倒风饮血，不死不退。你总不和叶宵、叶青羽去景国，留在我们上都市上做奸细吧？叶家把门逐利，真是笑话！我这儿想简直不吃。亏我以前还喝过他施的粥，真是恶心！呸！呸！给我走！叶氏皇族，不配再做全职王，可悲！今日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以后都不会了。可通过这件事，也让我实在不放心留你在圣都。殿下何出此言？什么叫留我在圣都？冰长如今已无家人可以依靠，殿下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父王已答应我，叶家之事不会牵连于你。可如今圣国已无大将，我已请缨出战了。殿下要上战场。冰长，战场凶险，军中艰苦，你一向柔弱。殿下，眼下民意汹汹，陛下就算不处置我，冰长身为叶家人，恐怕也难逃一劫。冰长死不足惜，可我怕我走了之后，殿下身边再无提己之人照顾。即便是死，我也想死在殿下身边。殿下，带我离开吧，我不想一个人留在圣都。好，战场情形莫测，
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与叶将军在京中饮茶的情形犹在眼前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真是世事无常。两国交战，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。若有得选，我宁愿……小师叔，你本是方外之人，这种两国争霸的俗事，你大可置身事外。不如你回不照山吧。两国纷争是俗事。可情谊不是。你要策马疆场，用性命冒险，我便没有不去的道理。否则，回去师兄弟们问起来，我可没脸。再说，俗世间的历练，本就是一场修行。之前听他们说逍遥宗的宗训是多管闲事，我还一笑置之。如今看来啊，这是真的。撤！撤！萧凛竟然亲自来了，看来你的投降着实是刺激到圣王了。不过，孤倒是很期待与萧凛再次见面。过去在圣国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六殿下，而孤只是一个受他照拂的质子。若按世人所说，他也算是孤的恩人了。六殿下仁厚，所到之处，皆有恩义。所到之处，皆有恩义，的确是他的为人。可惜，恐怕孤要做那个忘恩负义之人了。这畜生，整日只知吃喝瞌睡。若是想凭他们就拿下圣国，恐怕还得耗上些时日。天然，你再去替孤找找看，看看哪里还有更厉害的妖兽。这方圆百里内有名有姓的妖兽都被你收了，还是什么呀？加官离漠河不远，传闻漠河自古便是一条凶河，难保水中没有妖怪。你去替孤找找看。漠河深处，当真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。立刻召集国中术士，前往漠河。我跟你说啊，若不是叶小将军弃城投降，朝中无人可用，又怎么会轮到宣称王亲自带兵啊？听说宣称王青羽一向最是赤胆忠心，怎么会突然投降？那还有今天收复这……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嗨，这景国国君以前是质子，圣王不就是见不得这质子，现在都快骑到他头上来了吗？这才要打仗，叶老将军重伤，叶小将军投降，圣国国运尽了呀！若不是圣王立令之婚，咱们怎么会过这种苦日子？还管他呢！皇帝姓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景国也没什么不好。哎，听说他们军队驻扎在漠河，对战俘流民都很优待呢。二位兄台，劳烦问一下，你们所说的景国军队具体驻扎在哪里？连着几日昼夜行军，到了这漠河边上，总算能停歇一夜了。哼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方才斥候来报，有景国军队的急行军，已至漠河北岸。我们这才刚站稳脚跟，
难不成就要开战了？蹊跷的就是这里，明明景国的军队已经到了，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。不过，我军连日交兵收复失地，如今人疲马倦，也实在不宜立刻开战。不妙，恐怕他另有所图啊！另有所图？怎么讲？不知道，但好像是堪比当年不照山形成的大事。诸位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先准备起来吧。今日之事不容有失。是。我还有巡视的任务，烦请叶将军带他们回营吧。走吧。此事万分凶险，待阵法开启之时，还望诸位对方才那位姑娘照拂一二。是。青羽，好久不见。二姐，我已搬出圣国，无颜见你。一路走来，我都有听说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。可这段时间你究竟去哪儿了？哎，我的事说来话长。我方才看到军营里有不少术士，他们是来做什么的？不会是澹台烬又琢磨出什么旁门左道的法子了吧？被你说中了。景王让翩然帮他唤醒沉睡在漠河水底的一只大妖，招入麾下。军中已经在准备祭河仪式了。这么说，翩然也在他麾下。澹台烬一旦成功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得想个办法。二姐，祭河仪式什么时候开始？明日日出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样？可有消息？漠河河底沉睡着一只上古的大妖。澹台烬已亲自带兵出发，前往漠河。看那架势是要行祭河之礼，唤醒妖兽。上古大妖啊，绝不能让澹台烬收服他。乔师叔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要设法破去他的阵法。现在这个形势，兵马是派不上用场了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只能你与我前行而入，速战速决了。我们走。殿下，我杯子还没放呢。已经后半夜，殿下是要去哪？为何人也不带，还行色匆匆？陛下，我们从南境找来一些懂阵法的散修，一定能成功布阵。陛下，我已设下法阵，日出之时，河水必分，踏水而下，便能见到那妖兽。好。时机已到，开！
身祭星辰，英灵当反馈。明夜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重伤未愈，切莫吹风着凉。多谢。明夜，何必与我客气呢？你守护3界众生，而天荒能做的，也只有陪伴在你身边了。时候不早了，魔族时刻都有可能突然来袭。我送你回寝殿吧。无妨。此番交战，天兵死伤甚多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明夜，原来你叫明夜，原来你就是战神，难怪打起仗来那么厉害。也不知外面战况如何了，战神今天还会不会来？火箭突袭，快去突击战神明夜！快看，这谁来了？哈哈哈哈哈！
蛟龙，你很不错。死在斩天剑下之前，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你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你怎么了？醒醒！你醒醒啊！明夜，明夜，明夜，你醒醒！明夜，醒醒！他怎么了？魔神方才突然现身，偷袭了明夜。明夜，醒醒！明夜，明夜，你不能死！明夜，他们追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跟我来。明夜，明夜，你醒醒！明夜，明夜，这是何地？这里是核心镇水石所在，灵气最盛，可以借此护住他的一丝心脉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你去哪儿？我一个人如何护得住他？你放心，我会为你们布下结界，掩盖你们的气息。可是掩得了气息，却掩不了形貌。若是他们再追来这里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去引开他们。明夜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，他若死了，我以后怎么办？
境，你一出身东海，这冰镜是水系至宝，说不定可以救回明夜性命。这小河沟中的妖人身份卑贱，我取走冰镜，让他们能有机会为战神献出至宝，他们应当引以为荣才是。明夜如今性命危难，必须全意行事了。镇水冰晶被他纳入体内了。此人乃是战神明夜，神界多仰赖他抵御魔君。神界仰赖谁人与我漠河无关，我只知道我乃漠河之主。漠河10万水族全仰仗镇水冰晶啊！要保住漠河水族，一定得让他把冰晶还回来。爹爹，别杀他！他是被魔神重伤，性命垂危，才会吸取冰晶的。性命垂危？真巧啊！他恰巧落入了我这漠河，夺了镇水冰晶。阿九，出什么事了？
长修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阿九，你的妖气开始反噬其身了。我本就是妖族，为何会被妖气反噬啊？你从前身负仙髓，自幼修习仙术，内丹经络皆与仙人无异，如今失了仙髓，时间久了，妖性复萌，浊气滋生，就如以荤腥似兔，以青草似虎。若不小心应对，恐有走火入魔之忧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嫁入上清已100余日，那明夜是不是从未与你合修过？你不必瞒我，他若与你合修，便能以清气调和你体内的浊气，你不仅不会被反噬，反而能维持仙体，甚至修为精进。当初父王执意让你嫁入上清神域，也是存了这个心思。怎么，那蛟龙待你不好？没有没有，明夜他人挺好的。挺好的，叫你独守空房100余日，他这个做丈夫的好在何处？阿九，你回来吧，我和父王会替你想办法压制妖气。不行，我还不能回去。你发誓不能告诉爹爹，让他白白担心。哎，你做什么去？你既难以启齿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自然要去拜访一下这个新妹夫，替你好好的问一问他，为何如此待你。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既然我不知道妖气反噬的事，那明夜肯定也不知道。今日知道了，我同他讲便是。做什么动刀动剑？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讲。我是替你抱不平啊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人也是我自己要嫁的，没什么好不平的。再说，明夜他也并未薄待我，反而教了我许多剑法射术，功夫精进很大。啊？剑法射术？童你也讲不明白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夜大概也快回来了，我要回上清神域同他讲合修的事。哎，你就这么直接与他讲啊？不然呢？好，那你去吧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记得回家，回到漠河来。无论是非应有，阿兄永远都会站在你身边的。怎么没去修习呢？你愿意同我合修吗？什么？我的妖力要反噬了，听说合修能以仙家清气调和妖类浊气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。果然积蓄了许多浊气，怪我之前没有察觉。此处风清气爽，正宜合修。桑九，闭上眼睛，随我一同吐息。
修便是如此。阿兄做什么支支吾吾的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桑九，靠近一些。桑九，桑九，这疗愈结界倒是耗费了许多天才地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我去告诉神君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去告诉他，谢他为我摄政疗伤。圣女，怎么了？圣女这时候去恐怕是不妥，神君正与夫人一同修行。夫人？明夜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夫人？圣女，圣女，圣女。我感觉好多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桑九，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晚安。所以，那棒金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我与桑九成亲，已是3个月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。
3个月前，是我随你征战四方，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，是我为了你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镇水石上的冰晶，是你发下来的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时你要死了，我得救你的命。早知如此，我便不去拼了命的救你，也不会到如今一无所有，寄身篱下。你从小便在这玉清宫中长大，没有什么寄人篱下。那明夜，你告诉我，你与那棒精每日在这里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我算什么？伺候新夫人的奴婢吗？铁欢，没有人把你当成仆婢。你若心中实在过不去，我可以带着桑九离开，另寻住处。明夜，你是战神，这玉清宫是你战神府邸，你为了他，连这玉清宫也不住了，何不干脆连这战神也一并不当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今日情绪激动，待你明日平和一些，我们再聊。好，好。明夜，那棒精如此卑劣，见你的恻隐之心设局攀附，你当局者迷，我该如何让你看清？便是你们2人同那棒精走的界限。参见圣女，是桑夫人主动找我们打听神君喜好，奴婢们才多说了几句。哦，桑夫人刚来几日，千方百计地讨好神君，奈何神君并不领情，直到……说下去。直到她在那棵仙奈树下等到了神君，神君见桑夫人登高爬树，乱摘果子也不责怪，反而与她日渐亲密了起来。仙奈树，给我把这树砍了！是。好可惜啊。好疼啊！不对，治好了伤，会不会又有妖气？算了，不能拖累明夜。可是我的一片真心，明夜会在意吗？那2个神明啊，要试探国王的真心，一位化作一只小白鸽，一位化作一只鹰隼。鹰隼就追着小白鸽，扑到了国王的怀里。小白鸽跟国王哀求说：“救救我吧，赶快救救我吧！”国王是个心诚之人，便对鹰隼说：“那你吃我的肉吧。”鹰隼说：“我吃你的肉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吃跟小白鸽一样重量的肉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就吃亏了吗？”国王呢，就答应了。于是啊，他就让人拿来了秤，他把小白鸽放到秤的那头，他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，放在了秤的这头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肉的分量不够。于是呢，国王又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放上去，结果还是不够。
把自己2条腿上的肉都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见过鸽子，比咱们河中的青鱼还要小得多呢。那是因为啊，这2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，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，结果呢，正是国王的诚心感动了神明，国王啊，身体完好如初，他自己也飞升成神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哎呀，求神的人那么多，每一个都说自己诚心，若是不要他受着不能承受之苦，又怎知他是不是真心呐？我要坚持下去，不让明夜为我担心。桑九，哪怕他真的在躲我，我也一定要见到他。报，300里外发现有魔众踪迹，不过他们并无攻击意图，正在向魔域方向聚集。向魔域聚集？是。走，随我一同前去探查。是。诸神降临。明夜，你此次亲去魔域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消息？魔神确实有所行动，居心叵测，因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商解决之法。此次我潜入荒渊，发现魔神在演练一种阵法。名为铜杯道，此阵似乎可以吞噬尽天下清气。届时，
生灵尽死，妖魔滋生。若他成功，这个世界岂不是将沦为炼狱？绝不能让他打开同辈道。可如今看来，魔神已是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，如何能够阻止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能诛杀魔神吗？明夜，你去召集我们，可有良策？有。魔神演练阵法时，会抽出邪骨，亲自接引天地浊气。邪骨不灭，魔神不死。那么，当邪骨立体时，魔神是可以被诛杀的。这是唯一的时机。可邪骨连接魔神和同悲岛，要如何才能取得？是啊，明夜，我们该如何协助你？你又打算怎么做？魔宫附近可以设伏，待到阵法开启，魔神只能死守阵眼。届时我会全力将其逼离阵眼，让阵法停下。那我同往。魔宫中魔兵众多，我以咒神之力凝滞时间，用时间牢笼将魔兵分开。这样，你只需对付魔神一人。我乃雨神，天地间无处不可知。我可趁魔神不备，将邪骨带离魔宫，带往天柱将其封印。天柱乃天地间至高之所在，柱中汇聚天地灵脉，确可封印邪骨。日君，请授9曜天罡阵。看来，是时候动用死法了。确实，要困住魔神，只能用死阵法了。9曜天罡乃天授之法阵，为囚禁魔物而生。但是此阵一开，除了能操纵空间的初皇，无论神魔都将被困在此阵中，无法逃离。明夜，真的要如此吗？魔神乃是由天地浊气而生，孕育它的是这世间无穷无尽的痛苦、悲伤和仇恨。只要这世间悲苦不绝，魔神便不死不灭。即便是我等身为神明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，只能赌上这一线之机。到时候，待纪泽与初皇离开，我会以真身拖住魔神，与他同困阵中，不死不休。诸位也不必管我，就算被困阵中又如何？大不了拼个神躯陨落，平常事罢了。你们既然不顾生死，我们又何惜神力？必要时，我等大可燃尽全部神力，在9星连珠之时引动星辰，落下星法，助你击杀魔神。星法之下，一切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。魔神定亦不能免。耗尽诸神之力，也只能启动一次星法，定要瞄准线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小明夜，去吧，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在呢。纪泽有幸能与诸君相逢一场，在这上清神域逍遥万载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此香送出，不知还能得几人还？又或者这一遭后，世间再无神明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诸位，愿我们
山水有相逢。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啊，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也好，此一去，我必生死魂灭。若桑九已寻得心仪之人，与他相知相守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终老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待我击杀魔神，你便可以与相爱的人平安喜乐，相伴白头。是明夜让你给我的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红珠，少女。还不快给桑夫人送去！是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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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夜。叫人送来一张纸算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，你就当面和我说明白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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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呀！桑九，我给你12个时辰，收拾行李，离开玉清宫，离开上清神域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究竟是哪里惹到你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爸，殿下。阿兄，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什么，你待在竹林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。我回漠河替父王处理些事务。好。等等，公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啊！报告公主，方才传来消息，神魔二军与长泽血战，激战许久，打得难解难分。那明夜呢？神魔大战战况惨烈，战神必定首当其冲。
众神虽诛杀魔神，尽灭魔众，却尽数陨落。战神明业、众神祭泽亦不知所踪。明业如今身在何处？连战甲也难以抵御。再过片刻，恐怕就要消融殆尽了。初皇神君，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业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初皇，帮帮我，请送我去找明业，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他带回来。报，圣女，还是找不到。怎么会呢？那么多天兵，踏遍四周也没有找到明夜。明夜重伤，如今退回了原形，我得精心养护才行。他会不会适应不了这儿？哎，对了，好像东海的水是咸的。明夜，你真是可恨透了，变成这样还可爱些。
书上说了，这些灵草都是有益滋养的，能帮助你恢复人形。明夜，你快变回来吧，这样像一个小泥鳅似的缩在壳里，真不像你。待你化回人形，就会离开了吧？那日我那样对你，你定然不会原谅我了。明夜，你还是快点醒来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。等你好了，我就离开。我们也算互不相欠。糟了糟了，我忘记阿兄会来了。阿兄，阿正，你回来了。你去采药了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我最近看了一些医书，采了一些有助于修行的补药。即便我不说，阿九也早晚会知道明夜的噩耗。可是如今他修炼正到关键时刻，若情绪不稳，走火入魔又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与其让他从别处知道，我还是斟酌着告诉他吧。哎，阿兄，阿九，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那口锅了吗？哦，我看到锅里已经放好食材，还放好了盐，就替你拿去厨房煮了。我再晚来一步，你怕是要变成十全大补汤了。阿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突然想到还有材料未放，想过几日采来再煮汤来着。哎，阿兄，我们出去吧。阿兄今日要教我些什么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进境这么快，过不了多久啊，我就教不了你喽。那以后就由我来保护阿兄。好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再晚回去啊，父王就该发现端倪了。10日后我再来看你。阿兄，我现在已经能自学了，路这么远，阿兄就不用总跑来了。这么快翅膀就硬了？行吧。那就再过15日过来检查你的功课。嗯。
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啊，桑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还把他救回来。如今他已然化形，回头醒过来看到我，还以为我又纠缠他。要不干脆还是把他带回玉清宫，扔在门口算了。算了，再多留你几日，等你醒了，自然也会离开。怎么那么黑？床是有人救了我。是人。喂，醒醒！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是你救了我吗？给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墨竹，如果你的朋友离开了你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会选择怎么办呢？若他不是不想回来，而是生死相隔呢？今日，若是你有闲暇，可否替我下山买些酒回来？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喝酒。不是，我想祭奠我的几位朋友。听闻，人间若是有谁的亲友亡故，会以酒招魂祭奠，抚慰亡灵。我有几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先我而去了。你说，人死了之后会去哪儿？灵魂会漂泊无依，最终走入幽冥川，随河水流入世界的尽头。那神呢？神没有魂魄，神明陨落后，便是在这世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无论何处，都再无可寻了。会有人记得他们，那就不算消失干净。这又是新的药方。对啊，说不定这一次就有效果了呢。便是意志不好，也不必强求，顺其自然吧。你这算什么话呀？良药苦口，快乖乖喝掉。难不成你想一直瞎着赖在我这儿混吃混喝啊？我不知该去何处，我没有亲人，有人尽死。我的妻子。不，我如今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恨透了我，
恐怕此生都不会再相见了。那你呢？一开始我便说过，你我各行其事，互不侵扰。明夜，你若是感觉眼睛好一点，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点光，都要记得告诉我，让我有个准备。准备什么？好准备一下离开这里。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告诉我就是了。你会一直住在这儿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了，我可以偶尔来看看你吗？不行，等你眼睛好了，我也会立刻离开。你要去哪儿？说不准，去哪儿都行。四处转转，逍遥快活。若你知道是我，只怕不会想再来看我。小心台阶，来。今日阳光好，你坐下来，我帮你梳头。啊什么？快坐下。这是我昨日新蒸的茉莉香露，便宜你啦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眼睛怎么红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就是香炉熏到眼睛了。怎么不早说？我看看。
你好点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还以为你眼睛好了呢。你别太难过，一定会好的。这些药草很灵的。原来上苍待我不薄，原以为从此无缘，没想到竟能再遇到你。桑九，若我一直没有痊愈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在这山林中相守？待我找到机会，对桑九实验一告，便带他回上清神域，再想办法替他调气滴髓。险些忘了，过几日阿兄就要来了，这些日子全然忘了功课。我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俩换一换，你到床上来睡。不行，你眼睛还没好。那你也上床来睡，我们俩挤一挤。你放心，我睡相很好，不会打扰到你。好了，睡吧。好。怎么会还没复明呢？明日我再去山上找另一种药草，听说十分有用。桑九，不要怪我瞒着你，我只想我们如今这样的日子久些，再久些。来，喝药了，吃着。张嘴啊！
这么甜，是蜂蜜？对啊，谁让你每次喝药都嫌苦？过来。嗯。你上山偷蜂蜜，被蛰了。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不疼了。报，圣女，我们在一处竹林里发现了神君的踪迹。来，你先坐这儿晒太阳，5时前我便能回来，到时候挖些笋子回来炖汤喝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口渴了，水在你面前的桌上，厨房里还有剩菜。若是起风了，一定要把披风系上。